美国开放俄罗斯检查导弹基地，想换取俄罗斯拿出缓和态度。然而，俄罗斯真正要的有那么简单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根据西班牙报纸《国家报》报道，并且得到美国官员证实的一个消息，有一份泄露的美国文件显示，美国还有北约的谈判代表向莫斯科提供了一个用于缓解俄罗斯跟乌克兰紧张局势的提议。这个提议说允许俄罗斯检查2个北约的弹道导弹防御阵地，以证明北约没有在这些基地部署进攻性导弹。但是提议里边也讲了，作为一个交换，美国也要挑2个俄罗斯导弹基地进行检查，俄罗斯方面也必须提供对等的透明度。美国还有北约谈判代表提供的2个基地，一个在罗马尼亚，一个在波兰。这2个基地都是把美军宙斯盾舰上的 MK41 垂直发射装置搬到陆地上。那么宙斯盾舰可以发射的各种标准防空导弹、反导拦截弹还有巡航导弹，那么这2个基地理论上也都可以部署发射。但是美国方面坚持说，这2个基地都只部署了标准3，这个标准3专门用于拦截各种弹道导弹，尤其是要防御伊朗方面发射的弹道导弹。而莫斯科表示，这些地点都是能够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都可以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所以美国讲，那么干脆你查我2个基地，我也查你2个基地，互相对等。俄罗斯不是说了吗？要构建欧洲长期安全保障的机制。那么美国回应就是考虑以俄罗斯在这个方向上就双边关切的问题做出安排或达成协议，要形成书面的签署的文书，解决各自安全问题。那么不管怎么去操作吧，这个提议对熟悉冷战历史的人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场景。当年古巴导弹危机就是这样，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对峙到了几乎是擦枪走火的状态，最后达成了协议，苏联撤走部署在古巴的导弹，美国撤走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双方是各让一步。另外后来还有开放天空条约嘛，美国和北约侦察机可以到俄罗斯上空去侦察俄罗斯的导弹阵地，而俄罗斯侦察机也可以去美国北约的国家上空侦察导弹基地，双方每年都有42次机会。而美国去年6月退出了开放天空条约，这次又同意俄罗斯进行一个互相检查，确实也是在过去退出基础上又重新拿出缓和态度。不过在拿出这个态度同时，美国同时还在向欧洲进行增兵，并且以哈里斯杜鲁门航空母舰战斗群为中心，在地中海进行了北约海王星打击22海上演习。一边自己进行海上演习，另一方面又指责俄罗斯在国际水域还有领空围绕美国和盟国的船只进行了不安全的演习和活动。这也算是美国方面的软硬兼施。但是就算美国真的落实了开放检查活动，对俄罗斯方面来讲可能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俄罗斯担心的仅仅是2个导弹阵地吗？或者说他们仅仅需要2个基地之间的互相透明吗？对俄罗斯来讲，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纵深。那么冷战期间欧洲被一分为2了，西欧北约国家是美国的战略空间、战略安全纵深，东欧华约国家是苏联的战略安全纵深、战略空间，双方都有自己的缓冲层。现在北约东扩到了这个程度，俄罗斯剩下的只有白俄罗斯，还有半个乌克兰了。除此之外，几乎整个欧洲都成了美国的盔甲和护垫，那么双方态势就变成了严重的不对等、不均衡，这才是俄罗斯特别担心的。俄罗斯需要的是更大的战略空间，如果不能在双方根本利益上达成博弈平衡，这种扬汤止沸的检查解决不了任何核心问题，俄罗斯就算接受了也没有用。而美国方面在战略空间上也不会让步，那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东欧国家中，很多跟俄罗斯是有旧账要算的，对美国来讲这就是特别好的利用价值，美国绝不可能轻易放弃这种机会。而且美国也不能连续进行各种战略撤退，必须要保住好不容易抢到手的战略空间。所以开放个别导弹基地让俄罗斯检查一下，可能就是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以外能做出的最大幅度的缓和动作。那么在这种对峙情况下，美国继续支持基辅政府，而东乌克兰继续保持相对独立，把一个乌克兰撕裂开，让乌克兰悬在加入北约又无法加入状态，可能才是同时满足了美俄双方达成战略平衡的选择。有意思的是，今年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乌克兰选手的座位正好是卡在了美国和俄罗斯2个代表队之间，不知道他们当时面对左邻右舍是什么样的心情，会不会很尴尬自己国家在大国夹缝中的困境。不过也没有办法，这种情况由不得他们。
在美俄之间能够真正做到自主，并且踏踏实实坐稳位置的国家，现在毕竟也只有一个。好，关于美国提出的开放基地检查的活动，如果不能够进一步缓解乌克兰的问题，那么乌克兰面临的是什么情况？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